第71章达尼兹的努力。悬赏金。达尼兹脸颊肌肉一跳，强行挤出笑容，假装自己不是烈焰，对此毫不在意。等到爱尔兰离开，他猛地转过身体，对格尔曼斯帕罗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换一家旅馆了，不，最好尽快离开拜亚姆。如果背负上超5000磅的悬赏，那我走到哪里都不安全。原本和我处在一个层次的那些海盗冒险家肯定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的涌过来。有能力解决又可以证明自己又有极高悬赏的猎物总是非常受欢迎，不亚于一个宝藏。”达尼兹将更多的呐喊压在了心里。克莱恩没赞同也未反对，缓慢露出笑容道：“你担心自己悬赏太高？”达尼兹重重点头，有种格尔曼斯帕罗这疯子终于说人话的感觉。除了躲避，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克莱恩边说边走向了衣帽架位置。什么？达尼兹下意识反问道。克莱恩取下半高丝绸礼帽，戴至头顶道，提升自己的序列，让实力与悬赏金匹配。他披上外套，拧动把手，走出了套房。提升至序列6，成为阴谋家。达尼兹怔了2秒，忽地皱起眉头，呲牙咧嘴。服食序列9猎人和序列8挑衅者魔药时，他并未觉得有太大问题，甚至开始憧憬自己能找到传说中的几大宝藏，获得中高序列配方和对应材料，晋升半神，成为大海上星的王者。但纵火加魔药带给他的强烈痛苦和不好感受，让他后怕，让他畏惧，不敢相信平时严格按照船长吩咐，不断挑衅对手的自己依然会差点失控。这让达尼兹不得不考虑是不是就这样混到身家足够，然后回英蒂斯做富翁。他站在那里为难了好几分钟，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使自己想要服食魔药晋升，短时间内也办不到，因为还得搜集配方和材料，这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而新的悬赏也许明天甚至今天就会出炉，所以还是得换旅馆，尽快离开拜亚姆。从雷尔夫贸易商行离开后，阿尔杰看似认真实则敷衍的随便找了几个地方打听消息，并在接近中午时收到了风暴教会传递来的新情报，确认于教堂门口贴布告的是烈焰达尼兹，留意一下他的行踪。烈焰达尼兹。阿尔杰拿着手里的纸条，无声咀嚼着这个名字，他嘴角一点点翘起，心里再没有丝毫疑问。他踏实而放松地畅想起了驾船出海狩猎材料的事情，对此充满信心，因为这将发生在海上，因为愚者先生有了新的身份——海神。由于错过了上午的蓝星时，达尼兹等到下午4点才开始趁格尔曼斯帕罗出门的机会尝试举行降临仪式。他较为熟练地描绘出知识与智慧之神的圣徽一直位于摊开书本上的全知之眼，布置好了相应的祭坛。灵性之墙内，他点燃蜡烛，拿起薰衣草和薄荷萃取的纯露，滴在了静静燃烧的火苗上，清新宜人的香味弥漫开来。达尼兹又连续烧了好几种草药粉末。做完这一切，他往后退了一步，用古赫密斯语道：“我祈求知识的力量，我祈求理性的力量，我祈求智慧之神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与追逐知识的导师、灵界生物的研究者、大海之上的冰山中将、来自伦堡的艾德文纳·爱德华兹的灵沟通。”呜！随着皱纹的回荡，祭坛内忽然变得阴冷，除了3根蜡烛，剩余的黄铜圣币、金盐碟子、纯露小瓶、纸张、钢笔全部浮了起来，飘在半空。达尼兹略感紧张地等待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过了10几秒钟，3根蜡烛的火光齐齐摇晃，染上了透出苍白的浅绿。达尼兹的身体忽然僵硬，被一股冰冷渗人的寒意强行侵入，完全无法抗拒。他看见自己的双脚不受控制的迈开，前行了一步。他看见自己的左手抬起，抓住了黑色的钢笔和发白的纸张。他看见自己伏低腰背，左掌持笔飞快书写。有什么事情？那一个个单词秀气连绵，极有艺术感，与达尼兹本人的风格截然不同。直到这个时候，达尼兹才发现自己可以掌控脑袋，掌控喉咙。船长，海神卡维图瓦死了。他几处颇为沉哑的声音，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具体情况，他的左手流畅地写道。达尼兹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当即把事情经过原本描述了一遍，包括格尔曼斯帕罗为了完成某个冒险家的心愿前往西米姆岛，包括对方疑似遭遇海神的诅咒，却在关门后轻松解决，包括那疯子猜测出错。
勿将古精灵遗迹当成海神遗迹等细节。到了末尾，达尼兹赶紧添加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血之上将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来拜亚姆，绝大多数知名海盗都不会，至少得半年，这件事情的影响才会平息下去。船长，你和格尔曼斯帕罗的狩猎计划可能得暂时搁置了。我想回黄金梦想号。他的左手停滞了几秒，才写道：你继续跟着格尔曼斯帕罗，作为我和他之间的联络人。船长，你可以教他降临仪式。达尼兹嘶哑喊道。他的左手刷刷写道：这只能在500海里范围内沟通，并且就仪式举行者本人而言，会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而你掌握着我们在不同岛屿上的联络点，这是不能告诉外人的事情。确实，格尔曼斯帕罗只是外人，可是，船长，我真的想回黄金梦想号啊！达尼兹绞尽脑汁的说道。也许可以邀请他到船上做客。不，突然，达尼兹灵光一闪。船长，他有信使，穿梭于灵界，为他送信的信使。这应该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联络方式，而且更隐秘、更安全，不需要我再作为联络人了。达尼兹异常欣喜的想到，他的左手悬停好几秒，写道：如果真是这样，那没有问题。新年假期接近尾声，你也确实该返回船上了。你在语言上是有一定的天赋，但其他方面还有不小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听课，更多的努力。达尼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口。他忽然觉得回黄金梦想号也不是什么太值得期待的事情。傍晚时分，克莱恩回到了蔚蓝之风旅馆。这一天的奔波并没有让他找到合适的扮演对象，因为之前的排查，不少背着案子的海盗和冒险家被抓了起来，剩下的人依然谨慎小心的躲藏着，不敢随意外出。无论酒吧、赌场还是妓院，目前都生意萧条，顾客不多。是这样的，达尼兹迎了过来，清了清喉咙，干笑着说道：我第一次用降临仪式，没什么把握，所以提前试了试。哈哈，成功了，我和船长沟通过了，他也认为最近没有机会狩猎血之上将，并准备将我召回黄金梦想号。至于联络方式嘛，你不是有信使吗？可以让那信使给船长送信。我的信使是大佬送的，不是我的，而且信使只能在主人与信物持有者之间来回传递消息，不涉及其他人。也可以试一试使用者与主人之间。这倒是提醒了我，我得想办法弄个属于我自己的信使，否则很多事情会不方便。至于办法，当然是写信请教阿兹克先生，他肯定是这方面的专家。克莱恩不急不慢地拉过张椅子，坐了下来，身体前倾，嗓音低沉道：告诉你的船长，我有办法找到血之上将啊！达尼兹愣在了那里，没想到会等来这样的回答。然后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一点点咧开的嘴角，重复说道：告诉你的船长。达尼兹打了个寒战，不敢询问，强行笑道：这得等下一个蓝星时，也就是今晚11点到0点。很好，克莱恩满脸笑意的称赞道。可达尼兹却一点也不觉得开心。克莱恩缓缓站起，边回味着今天晚餐吃到的一种特色食物，边走向卧室。那种食物叫特亚提瓦，翻译成鲁恩语就是水果里的肉。厨师取用本地特产的一种巨型水果特亚纳，掏空它的果肉，只留下坚实的外壳，然后将捣碎的羊肉和鱼肉塞进去，佐以海盐和数种香料，于火上反复烤制而成，肉质鲜美，散发奇香，并与水果的甘甜微酸完美融合。关上房门，克莱恩先写了封信，感谢阿兹克先生之前的指导，接着再次询问起怎么拥有独属于自身的信使的事情。折叠好信纸，他掏出铜哨，召唤来了信使。信使没有停留，一把拿走书信，崩解于了原地。呼，克莱恩休息了片刻，准备进入灰雾之上，看那些信徒的祈祷是否能给自己带来有用的情报，比如可以真实扮演的对象。第72章半神。灰雾之上，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克莱恩端坐愚者的位置，右手一抬，让藏在杂物堆里的海神权杖飞了出来，落至掌心。他最初其实是打算将这堪比一级的封印物放置于座椅旁边的，这是对半神级物品的尊重，但仔细考虑之后，他认为海神权杖还是有些无法匹配神秘强大，能与真实造物主、原初魔女等邪神对抗的愚者。亵渎之牌这个层次的才勉强够格，所以还是将海神权杖丢到了杂物堆里。
看着缭绕于白骨短杖周围的点点青蓝，克莱恩念头一动，给出了将它们做初步划分的想法。和他预计的一样，那些青蓝光点根据他的意志自行完成了分化。单纯赞美海神，没事祈祷一下的沉至底部，消失的速度随之加快。涉及告解、涉及祈求的则往上漂浮，更接近于克莱恩的手掌。他依循灵性直觉，点了后者中的一个。豁然之间，他看见了高高涌起的波浪，听到了剧烈呼啸的风声。一只近海渔船在起伏不定的深蓝里高高低低，抛来荡起，随时可能倾覆。渔船之上，明显是本地土著的人们或紧抱桅杆，或拉着绳索，尽着最后的努力。其中不少人惊恐慌乱地诵念起了海神的尊名。克莱恩察觉到这是正在进行的祈求，遂抬高了那根乳白色的权杖。权杖顶端，一颗颗青蓝色的宝石相继绽放出光晕，连成一片，照入了那幕场景里。渔民们正逐渐绝望，忽然感觉被一下下抛飞般的船只安稳了下来。他们愕然四望，只见小山般的层层巨浪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平和，肆虐于海面的狂风则越来越缓，轻柔的仿佛扎尔哈啤酒的滋味。半空叠压的乌云消散，一场暴风雨还未来得及展现全部身姿，就被神秘的力量强行按了回去。渔民们很快从呆滞的状态里清醒了过来，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海神庇佑了大家，海神展现了他的威严。扑通扑通扑通，他们全部匍匐于甲板上，摊开双手贴于嘴边，不算整齐的诵念起海神的尊名。感谢您，赞美您，大海与灵界的眷者，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海底生物的支配者，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伟大的卡维图瓦。挥舞之上，克莱恩莫名竟有了点郁闷。明明是我拯救了你们，为什么要感谢卡维图瓦？那条海蛇只会故意制造飓风，掀起海浪，恐吓你们，让你们不得不虔诚的信仰他。克莱恩沉默了2秒，突的哑然失笑。卡维图瓦已经死了，现在的卡维图瓦就是我另一个身份。我为什么要因别人感谢我另一个身份而心情不好？这就是无面人做真实扮演里必须注意的问题。真正的融入进身份，将他的喜怒哀乐视为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又不能忘了自己原本是谁，这真的很难办到啊！稍不注意就会精神失常，而非凡者精神一失常，失控也就不远了。仔细思考了一阵，克莱恩吐了口气，轻笑自语，扮演海神还是挺有收获的嘛。虽然有了灰雾屏蔽和隔绝，这种扮演未必会收到反馈，直接促进我无面人魔药的消化，但也能提供经验和教训，帮助我摸索出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扮演方法，收敛心绪。克莱恩又将灵性蔓延至另一个光点。这一次的祈求来自某个桥洞内，一个衣物残破、身体已溃烂流脓的女子靠在角落里，喃喃念着海神的尊名，做着最后的告解。通过她的描述，克莱恩仿佛亲眼看见了她短暂的一生。这是位土著女子，父母都信仰海神，所以她也信仰海神。最初10几年，父亲做过矿工，修过马路，铺过铁轨，母亲则以各种临时工作为主，缝补、浆洗、码头帮忙，间歇性做站街女郎，一家几口相当艰难，但还算能维持下去。转变发生在2年前，他父亲在一场修路事故里不幸死去，罗斯德铁路公司却只给了相当微薄的补偿，一家人逐渐走上了绝路。随后，这女孩被母亲卖到了红剧场，成为了一名合法的妓女。虽然罗塞尔大帝早就发明了安全套，但许多海盗和冒险家贪图一时的爽快，不愿意使用，而红剧场本身也未强制，女孩抗争无效，只能屈服。终于不知被谁传染了疾病，红剧场的管理者尝试着做了简单的治疗，见没有太大的好转，就将她赶了出来，因为后续治疗的花费和再买一个女孩的费用相比，明显要贵不少。生病的女孩不仅找不到新的工作，就连租房都没有钱。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早不知去了哪里，也许已经死去，也许被人掳走，成为了奴隶。女孩做了流浪者，住到了桥洞下，靠着慈善组织的食物和一些免费的药品支撑了一段时间。但这终究是短暂的，她的病情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很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一刻，她回想起了吃得最饱、穿得最暖的那段时光，回想起了那些海盗和冒险家偶尔说的一些话语，低声对海神祈求道：我想活得像个人。克莱恩再次微抬手杖，却发现这封印物并没有治疗疾病的能力。他想着要不要以世界的名义
从埃姆林怀特那里买一批药剂，却发现这祈祷画面来自中午，那女孩已经逝去，在泥泞肮脏的桥洞里。在浑身的疼痛和强烈的饥饿里，克莱恩蓦然一震，让祈祷画面的视角拔高，呈现出了那个桥洞的位置。记下附近街道和周围区域的特点后，克莱恩靠住椅背，叹息一声，没有笑意的笑道：真是一个卑微的愿望啊，这没有什么可供扮演的，我尽量让你安葬的像个人吧。他收回注意，浏览起别的光点，寻找着可供真实扮演的对象，但一时之间难有收获。这样的过程中，克莱恩注意到卡拉特、埃德蒙顿等反抗军举行仪式，将一批物品放入祭坛，祈求海神赐予力量。他们拿出来交换的非凡事物就是这么来的啊！到了半神这个层次，真的不一样了。而且他们都习惯了不立刻得到回应，似乎想让那些物品在祭坛里过夜。看来卡维图瓦那条海蛇也不是及时响应啊，得看他的心情，看他有没有睡觉，否则只能做一些本能性的回应，无法成批制作非凡事物。克莱恩拿起海神权杖，再次让那一颗颗青蓝宝石发光发亮。磅礴的灵性奇妙的组合在一起，带着超凡的感觉，涌入了祈求画面，涌入了那个祭坛。随机的与不同物品融合，有的是电击符咒，有的能让人像鱼一样在海里游走，有的能刮起大风。3个月内，灵性就会逐渐衰减至没有。克莱恩半闭眼睛，体会着那些物品的变化。这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疲惫，虽然只做了2次回应，且主要依靠的是海神权杖的力量，但一次是强制驱散暴风雨，抚平海浪，一次是同时为几十件物品提供附魔，都属于半神级的应用，本身灵性的消耗也非常大。哪怕我能正常使用这海神权杖，也无法支撑太久啊。倒是负面效果并不会对我造成负担，有的时候也许能尝试利用。反抗军的事情提醒了我，我也得向自己祈祷，做一批符咒出来，主要是应对水下活动的那种，这样一来，即使遇上海战，也不会束手束脚。对了，还不知道闪电符咒该怎么做，得搜集相应方面的神秘学资料，有了它，我就能对付掌握制空权的敌人了。克莱恩无声嘀咕了几句，将海神权杖丢回了杂物堆里，自己则迅速返回至现实世界。东切斯特郡广袤而美丽的乡村里，一座占地极广的庄园侧门，奥黛丽·霍尔身着收腰的黑色骑手服，内衬装饰简约的女士衬衣，相当熟稔地坐在一匹棕红色的母马背上，没有丝毫的摇晃。她黑色的皮质长靴踩住马镫，着白色长裤的双腿略微内夹，侧头对旁边背着个皮质小包的金毛大狗苏茜笑道：我在树林的边缘等你。说完，手握马鞭的她俯低腰背，让棕红母马由慢到快地奔跑起来，奔跑于旷野里。比起华丽昂贵却阴森晦暗的家族城堡，奥黛丽更喜欢美丽的庄园，更喜欢乡村的风光。一匹匹骏马跟随跑出，骑者有侍从，有女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好奥黛丽小姐。苏茜也撒欢地奔跑着，这是在贝克兰德无法体会的感觉。而且她和奥黛丽今天将有一次小小的冒险，那就是探索树林内一座倒塌很久的古塔。那里有价值的物品早被拿走，从未发生过什么意外事件，是非常适合没经验者熟练各种技巧的地方。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有2个小时就会天黑，时间也许不够。第73章深夜来电。1月的东切斯特郡还很寒冷，经常能看见积雪，树林内枝枯叶凋，野兽隐匿，毫无生气。奥黛丽领着苏茜，在侍从和女仆的簇拥下，绕那座倒塌的古塔转了好几圈，但什么都没有发现。那里只存在堆叠起来的灰色砖石和腐朽木头，空隙之处则能看见杂草和某些小动物的尸体。奥黛丽原本还以为能从墙壁残骸上找到点壁画，解读出古塔的来历，并利用出没的野兽悄然练习震慑、狂乱、安抚等心理医生的非凡技巧，结果却让她非常失望。这不是小小的冒险，这只是单纯的骑马散步。她抿了下嘴唇，握着马鞭往坐骑走去。行至一半，他不太甘心的又问了周围的侍从和女仆一句：附近有怪物的传说吗？这群侍者一半跟随着他从贝克兰德到家族城堡，再到这座庄园，一半是本地人，平时在庄园里忙碌。奥黛丽询问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后者，而他之所以到这个庄园来，是因为附近地区在历史上有崇拜巨龙的民俗，
一个年纪不大的侍从偷瞄了眼高贵美丽的领主小姐，大着胆子上前2步，行礼说道：“这片森林的深处有不少可怕的野兽，每年都有猎人死在那里，但从未有谁遇到过怪物。这和我们这里流传的一首古老歌谣所描述的情况一样。”他大致复述了那首歌谣，具体意思是：怪物们在你的梦中，巨龙们在你的梦中，那被想象出来的浮在半空的伟大宫殿也在你的梦中，在那里你将拥有一切，直至苏醒。好奇的孩子们啊，勇敢的冒险家们，去吧，去寻找梦中的巨龙。侍从将最后一句歌词隐去，没有讲出，因为这会让人误会他在讽刺奥黛丽小姐。巨龙在梦中，被想象出来的浮在半空的伟大宫殿也在梦中。奥黛丽仔细琢磨了几秒，忽然觉得这首古老的歌谣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她从小太阳处买到的巨龙情报显示，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真的凭空想象出了一座浮空之城，它的上面有一根根巨大的神庙石柱，共同支撑起了一座座巍峨宏大的宫殿，它的名字叫做利维西德，意思就是奇迹之城。梦中，观众途径属于心灵巨龙，涉及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大海和灵性的天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必然涉及梦的领域。这首古老的歌谣或许真的昭示着什么。利维西德不会真的存在于集体潜意识大海里，存在于梦境中吧？可梦境是纯精神性的。奥黛丽心里闪过了许多想法，一直到返回庄园，也没能理出清晰的思路。进入房间，她看了眼金毛大狗苏茜，突然有了点炫耀的冲动。苏茜不知道巨龙的情报，肯定无法察觉这首歌谣的奇特之处。不行，不能骄傲，这太肤浅了，而且很容易被苏茜发现我隐藏了秘密。奥黛丽腰背挺直的来回踱了几步，状似不经意的问道：“苏茜，你认为刚才那首歌谣真正在讲什么？我总觉得它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苏茜张了张嘴巴，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她完全不懂诗歌。她认真想了想道：“奥黛丽，我只是一条狗。”蓝山岛丛林内，因为激动，因为兴奋，卡拉特一直没睡，坐在轮椅上四处检查，似乎找到了复仇之外的另一个生存目标。全部转了一圈后，他回到祭坛，想再做一次祈祷。他对那10诫的内容记得很清楚，知道不能妄称海神之名，所以打算平时祈祷时以相对模糊的神来代替。靠近祭坛，他目光忽然发直，因为里面摆放的那些物品都有了不同寻常的气息，比如那把匕首，表面反射出的不是绯红月华，而是银白的电光；比如那片叶子，愈发青绿，让人仅是看到就有呼吸通畅的感觉。神恩已降，卡拉特脑海里忽然闪过了这么一句话。到了这一刻，他对海神的改变再没有疑惑，心底潜藏的那些亵渎想法随之彻底化去。从神给出启示，说将重现于大地，就说明他要重塑形象，这一层意思隐含得很深，我们之前竟完全没有解读出来。卡拉特缓缓吸了口气，双手一撑，郑重匍匐，向伟大的海神行了一礼。很快，他坐回轮椅，前往大祭司埃德蒙顿等人的居所。他迫不及待的要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些同伴，迫不及待的想与他们分享神恩如海。晚上11点过一刻，克莱恩坐在椅子上，没有表情的看着达尼兹举行降临仪式，将所有的细节全部记到了脑海内，还是借助了灵界。他初步做出了判断，如果是灵界生物，只要描述没问题，能准确定位，且用了有一定力量的语言，都可以直接召唤，或者让他们降临，与距离和范围无关。从某种程度上讲，神灵也有这样的特质，只不过有的时候，即使用普通的语言祈祷，也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回应，当然，前提是已经成为信徒，并受到了关注。半神半人这个层次似乎和灵界有了某种程度的交融，所以也能通过精确的描述指向他们，有获得回应的可能，但这存在距离的限制，一旦超出范围，他们就无法接收信号了。海神卡维图瓦就是例证。冰山中将这种中序列里的强者，要想完成类似的事情，仅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借助相应的神灵，并提供精确无歧义的描述，而且同样有距离和范围的限制。克莱恩刚整理完思绪，祭坛上的各种器物就漂浮了起来，除了那3根蜡烛，达尼兹身体不受控制的抖动着，表情渐渐冷淡。很快，他发出了冰山中将式的女性声音：
晚上好，似乎有隐含被人吵醒的愤怒。克莱恩觉得达尼兹整个人都变得阴柔了下来。他斟酌了下道：我有找到血之上将的办法。什么？降临于达尼兹的艾德文纳·爱德华兹语气已恢复正常，也就是正常的没有感情。克莱恩简洁说道：他们有使用最新的无线电报技术，我在白沙那里拿到了频段和密码信息。无线电报，你懂这个？艾德文纳似乎没想到格尔曼斯帕罗这神秘学领域的专家还掌握着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常识。克莱恩礼貌笑道。略懂艾德文纳沉默了2秒，借助达尼兹的嘴巴道：他们有发现吗？是指血之上将他们有没有发现密码和频段泄露的问题？理论上来讲，应该已经察觉，因为他们的情报官老奎因已经死在了倒吊人先生手里。不过，在无线电报还没进入成规模应用的阶段，使用者很容易忽略安全风险。克莱恩没做绝对肯定的答复，也许，但可以试一试，只要能监听到信号，找到血之上将的可能就非常大。作为海神，虽然只是半神级，难以对领海内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可以支配那些海洋生物，让他们帮忙寻人。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了2句。艾德文纳沉吟着说道：我让达尼兹帮忙监听，你也很懂无线电报吗？克莱恩咧开嘴角道。好，降临仪式结束，达尼兹感觉非常复杂的看着格尔曼斯帕罗从卧室里拿出一个不小的机械及相应的配套物品。这是什么？他愕然问道。克莱恩语气平淡的说道：无线电收报机。达尼兹张了张嘴，终于憋出了一句话：你从哪里弄来的？克莱恩看了他一眼，外面说话的同时，他将操作手册和频段密码信息丢给了达尼兹，自己则转身回卧室睡觉。他经常外出是在忙这些事情啊。达尼兹觉得自己明白了点什么。经过苦读和尝试，他终于掌握了无线电收报机的用法，放心的躺到安乐椅上呼呼大睡。不知睡了多久，他忽然惊醒，听到了有节奏的哒哒哒声音。什么？达尼兹翻身坐起，望向发出声音的地方。他看见幽深的月光下，暗淡的房间内，那无线电收报机在自行运转，吐出了虚幻的白纸。这是什么东西？达尼兹掌中凝出火焰，小心翼翼的靠拢过去。这样的场景让他想起了海盗们吹牛时经常讲的那些恐怖故事。这无线电收报机有问题，连接着一个恶灵。达尼兹决定一有不对，就立刻喊卧室内的格尔曼斯帕罗。他靠近了那无线电收报机，看见虚幻的白纸上有几行古弗萨克语单词。你好。我感应到了熟悉的独特的气息，但它即将消散。你好，达尼兹试着回应。你是谁？无线电收报机又开始哒哒作响，吐出白纸。我叫阿罗德斯。作为交换，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第74章区别待遇。问题？这个奇怪的无线电收报机有点意思。达尼兹清了清喉咙道：你可以问，但我也许不会回答。嘿，你以为我是那种因为好奇心害死自己的冒险家、考古学家吗？达尼兹又戒备又自得的想到。无线电收报机安静了好几秒，才重新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虚幻的白纸一节节吐出，上有颜色偏红的单词。你是否在暗恋你们船长？我没有。不要胡说啊！谁告诉你的？达尼兹的脸一下涨得通红，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秘密突然被揭开，让他不知所措，又尴尬又羞耻，下意识就要否认。但与此同时，他又震惊疑惑于这件事情怎么会被外人得知，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将这个秘密隐藏得很好。达尼兹张了张嘴巴，强行挤出笑容道：无聊的问题，我拒绝回答。无线电收报机哒哒作响，吐出了更多白纸。那我们换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又能长期忍受那么枯燥那么无趣的课程？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不对，因为实力不够，打不过。达尼兹脱口而出，表情隐有扭曲。无线电收报机的哒哒声越来越轻快，虚幻白纸上的单词逐渐增加。撒谎。我们再换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女性形象是美丽、强大、神秘、知性，可以将你踩在脚底下那种，对吗？达尼兹嘴唇翕动，只觉身体内部似乎有烈焰腾起，头顶冒出了虚幻的黑烟。这一刻，他的心态爆炸了，就像被人剥光了衣物，赤裸裸的丢到了繁华热闹的街道上。下意识间，他慌乱环顾，既寻找又躲避着那些可能望向自己的目光。然后他看见卧室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敞开，
格尔曼斯帕罗穿着未扎进皮带内的白衬衣和较为宽松的黑色长裤，静静站在那里，不知旁观了多久。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达尼兹表情木然，话语结巴的问道。告诉我，你是刚才开门的。他在心里呐喊祈求着。克莱恩迈步走向那台变得灵异的无线电收报机，平静回答道：最开始作为一名占卜家，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外面的奇怪动静？哪怕在睡梦中，我也是有灵性直觉的。克莱恩在心里嘿了一声。达尼兹的脸色一下变得灰白，猛地半转身体，冲向那一似恶灵附身的无线电收报机，试图撕毁有着3个问题的虚幻白纸。然而，他的手穿过单词，什么也没有抓到。他的掌心再次凝出赤红的火球，想要炸毁这该死的无线电收报机。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格尔曼斯帕罗蕴藏着疯狂的冰冷眼神扫了一下。对啊，这是他的物品。达尼兹僵硬在那里，看着格尔曼斯帕罗越过自己，停于那不正常的无线电收报机前。阿罗德斯，他怎么连接上这台无线电收报机了？他说感应到了独特熟悉且即将消散的气息，是指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气息。这台无线电收报机在灰雾之上放了好几天，虽然未出现变异，但也沾染了气息，并且因为本身功能的问题，可以短暂接收到来自灵界的信息，所以被阿罗德斯这似乎知道很多的魔镜发现了。等等，这后面是什么问题？我是格尔曼斯帕罗，我是冷酷又疯狂的冒险家，我是专业人士，我不能笑出声音。克莱恩压住嘴角，悄然做了个深呼吸。达尼兹偷瞄着他的侧脸，就像在绞刑架上等待绳索拉动的犯人。见格尔曼斯帕罗没什么表情变化，他稍微松了口气，庆幸刚才旁观的是个疯子，并非正常人类，对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兴趣。如果是别的海盗，我就没脸回黄金梦想号，不，没脸在海上冒险了。他又痛恨又畏惧的将目光投向那台无线电收报机，投向那自称阿罗德斯的魔鬼。他又听到了哒哒哒的声音，看见无线电收报机吐出新的白纸，上有2行端正典雅的鲁恩文。您忠诚的谦卑的仆人阿罗德斯很荣幸再次跟随上了您的脚步，时刻等待着为您效劳。这和刚才那阿罗德斯不是一个邪灵吧？达尼兹脸皮微抽，忽然觉得今晚这事不够真实。好不容易压制住笑意的克莱恩从刚才的事例里敏锐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阿罗德斯本身是不在这里的，他应该是通过灵界和无线电收报机的特殊功能远程将信息发送过来的，所以在达尼兹拒绝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他无力给出惩罚，只能换一个问题。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以后长期将无线电收报机放到灰雾之上，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接收鬼魂信息、灵界信息的独特物品。可惜非凡特性守恒，单纯的无线电收报机即使有灰雾气息的加成，超凡功能也会一点点消散，最终恢复正常。根据我的神秘学知识，不用非凡特性的情况下，要想长期维持普通物品的超凡性质，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天使甚至神灵的尊名、真名用能撬动自然的语言铭刻于上面，这等于从对方那里借用神秘，借用力量，当然前提是他们同意。我自己还不行，至少我之前用古赫密斯语书写的密码还没有让纸张变异。真正神灵里面，我知道真名的有一个原初魔女奇克，如果我弄到她的尊名，再加上真名，一起用古赫密斯语铭刻于这台无线电收报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释放病毒吗？会变得更有工业美感吗？会让恋物品们迷恋吗？最大的可能就是我铭刻尊名和真名时，被原初魔女降下力量，当场抽干。这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超自然指向。克莱恩一瞬间闪过了些奇妙的想法，直至阿罗德斯向他问好。正好，这是面能回答问题的魔镜。克莱恩心中一动，侧头对达尼兹道：你去门外守着。好的。达尼兹毫不犹豫就奔向了大门，他害怕那个叫做阿罗德斯的魔鬼问出新的问题。等到达尼兹进入走廊，关上了房门，克莱恩才转向连接着魔镜阿罗德斯的无线电收报机，低沉说道：我有些问题，这是我的荣幸，我可以尊称您主人吗？灵界之上的伟大存在。无线电收报机哒哒哒吐出白纸，这太殷勤，太不要脸了吧，总觉得有些问题。克莱恩略作沉吟道：你可以用任何称呼，是主人。阿罗德斯用了个叹号，您的问题是哪里可以找到美人鱼？克莱恩直接问道。
哒哒哒，无线电收报机给出了回答。加尔加斯群岛往东，沿航道航行1周，有机会遇上美人鱼，但那里的美人鱼全部是黑夜女神的信徒，这个有点厉害。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克莱恩发现之前的猜测以自己没想到的方式变成了现实。阿罗德斯继续打字，如果您介意这点，可以继续往东，但那会非常危险，那里不再是真实的海洋，是诸神之战的废墟。当然，您肯定是不在意这点的，谁说的？我还想着有了海神权杖，再可怕的海域都有机会进入，结果来了个诸神战场演化的海洋。果然，古代是有过神战的。造物主收回古神权柄那次，克莱恩不置可否，看着阿罗德斯让无线电收报机吐出更多的单词。另外，在黑夜女神教会的总部宁静教堂，以及戴诺斯岛的安眠教堂，都豢养有美人鱼，除了圣堂，苏尼亚海的戴诺斯岛上也有美人鱼，前者太危险，灵级封印物和天使级的大佬都有，后者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变成哪位职业者或者牧师主教，混进去听歌服药。不对，教会豢养美人鱼就是在针对无面人，怎么可能不防备这点？得想别的办法。克莱恩正准备问第二个问题，却看见无线电收报机吐出了新的白纸。伟大的主人，我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您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作为交换，回答你问题。克莱恩眉毛微挑，等着阿罗德斯提问，打算视情况决定认不认这个仆人。哒哒哒的声音里，阿罗德斯用单词拼成了一个问句。您今天早餐准备吃什么？这个问题有水准。克莱恩平静回应道。看旅馆提供什么，完美的回答。阿罗德斯只差发出鼓掌声。不等克莱恩开口，他继续哒哒打字道：灵界之上的气息即将消失，我等待着为伟大主人您效劳的下次机会。这页虚幻白纸吐出后，无线电收报机停止了下来，并失去了那种幽深晦暗的感觉。再想联系魔镜阿罗德斯，得先把无线电收报机扔到灰雾之上几天。下次问一问去除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这个方式得慎用。阿罗德斯都可以借助无线电收报机沾染气息后的特殊连接过来，比他更强大、更恐怖的那些未必不行。如果总是这么做，也许有一天我会收到真实造物主原初魔女他们的电报。克莱恩思绪急转，注意到了隐藏的风险。第75章自我暗示。东切斯特郡霍尔家族的庄园内，奥黛丽坐在梳妆台前，点燃了一根蜡烛，然后她隔着微晃的火光望向镜中的自己，闭眸逐渐幽深，让人移不开眼睛，似乎连灵魂都想沉溺进去。奥黛丽，今晚在梦境里保持清醒，她嗓音柔美的对自己说道，这是简单的心理暗示。黄昏时分听到的那首古老歌谣给了她灵感，兴起了探索自己梦境的想法，看能否借此进入所有生灵的潜意识大海和灵性天空。这是其他心理医生从未想到过的尝试，至少心理炼金会提供的参考经验里没有类似的事情。自己暗示自己，自己探索自己的梦境，也许能在那里发现心灵巨龙，甚至奇迹之城利维希德的踪迹。奥黛丽收回目光，取下化作红宝石项链的谎言，将它放入了首饰盒内。她害怕这能放大情绪的神奇物品影响到梦中的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谨慎的提前进行了处理。做完这一切，奥黛丽下意识看了眼睛中的自己，发现容貌又有了点小小的瑕疵，而带着谎言时，她觉得自己的美貌让自己都沉迷不已。清醒一下，奥黛丽，那只是谎言。她右掌抬起，轻抚了下脸颊。这个时候，她分外庆幸自己为那神奇物品取了谎言这个名称，时刻都会因此警醒，否则总有一天会完全依赖于它，不肯面对真正的自己。一旦失去，很可能将直接失控。那些长得比较普通的女孩，带上谎言，修饰了自己的容貌，获得了近乎完美的改变后，也许就再也不肯摘下，宁愿死亡也要保留。这对应的非凡者，同样不能有类似的心态呀。奥黛丽感叹一声，站了起来。她穿着滑溜的丝绸睡袍，脚步轻快又期待地行走于温暖如春的房间内，回到了软绵舒服又有弹性支撑的床上，并拉动了床头的一节绳索。贴身女仆安妮开门入内，动作轻柔地熄灭了灯火。没用多久，奥黛丽就真正睡了过去。迷迷蒙蒙的天地里，她忽然打了个激灵，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她饶有兴致地环顾了一圈，无声自语道，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清醒梦。在神秘学里，
也有类似的概念，真的有效。我依靠简单的自我心理暗示，成功做了清醒梦。奥黛丽，你真是个天才！不，这主要是超凡能力的应用，不能骄傲。这个时候，奥黛丽已经弄清楚了目前的梦境是什么。她正走在一条阴森狭窄的道路上，周围是黑暗的森林，前方有塔尖高耸的城堡，呜咽拉长的狼嚎声，缓慢骇人的喘息声，凄厉间断的惨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酝酿出危险又压抑的氛围。我还在因尼根公爵被刺杀案感觉害怕，忽然有一天，许多非凡者来袭击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奥黛丽从心理医生的角度对自己的梦境进行了剖析。她缓步前行，在这异常真实的梦境里走向那座和霍尔家族祖宅近乎一致的城堡。走着走着，黑森林内突然窜出了一道身影，那是浑身长满金色鳞片，眼眸淡金竖立，尾巴粗壮横扫的一条巨龙。这巨龙的五官和奥黛丽一模一样，配上他的身体，有种难以描述的别扭和惊悚感。奥黛丽吓了一跳，险些从梦中惊醒，还好做过观众的她及时稳住了情绪，这让她明白自己从未真正忘记服食心理医生魔药时险些失控的事情。当时的自我安慰、自我激励和心情好转只是表面，阴影已根植于了潜意识深处，时不时就会映照入梦里。还好今天发现了，之后能尝试着去潜意识里进行治疗。我可是心理医生，如果一直忽略这个问题，晋升序列60，说不定会因此恐惧，因此失控。奥黛丽认真的自我检视了一番，行行停停，奥黛丽的梦境不太连续的变化着，以一个故事而言，这是不合格的。终于，她走到了那座城堡前，看见一根手臂长短的魔法棒从半空扫过，洒下了点点璀璨如同星光的辉芒。被光芒笼罩的城堡一下变得堂皇，所有的阴沉暗淡彻底消失，里面传出了乐队演奏的旋律，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煤气壁灯。这是我对非凡力量最初最美好的期待，真是小女孩的幻想啊！奥黛丽嘴角弯起，心情一下转好。她没有停留，越过城堡，走向了这片梦境的边缘。没管背后场景怎么变化，故事如何展开，不知走了多久，她穿过荒芜的旷野，来到了悬崖上方。往外看去，灰蒙虚无蔓延，下面幽深的仿佛没有底部。奥黛丽清醒的认知到这就是自己梦境的边界，一旦离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该怎么离开？跳下去会不会摔死？奥黛丽为难的想着，不是太敢冒险。思索了几十秒，她慢慢有了个想法。这是梦境，这里源于心灵世界，作为主人，我可以凭借意志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抱着尝试的念头，他就像在灰雾之上那样试图具现出心里想的东西。唯一的不同在于，前者需要借助愚者先生的力量，而现在他全部都得依靠自己。奥黛丽右手伸出，往下摊开，对准了灰蒙的深渊。他的面前，灰蒙忽然涌动，露出了一层层蔓延往下但看不到尽头的阶梯。奥黛丽缓慢吸了口气，微提裙摆，迈出脚步，踏上了第一层台阶。她一步步往下，四周越来越安静，安静到让人出现幻听。这里除了灰蒙，还是灰蒙，看不到任何事物，孤寂而未知。呼啸的狂风时刻变化着方向的吹来，让奥黛丽身体摇晃，恐惧感缓慢加深。抢在情绪失控前，她碧绿的眼眸内流转出深邃却温润的光芒，似乎能看透人心。奥黛丽用精神分析的能力安抚了自己，她继续下探。几十秒后，周围的灰蒙里突然亮起了一个光点。奥黛丽戒备望去，只见那个光点内是刚服食完魔药，差点变成巨龙怪物的濒临失控的自己。担忧、惶恐、畏惧、紧张等情绪溢于言表。这是我的潜意识里，这是我的那个阴影。奥黛丽隐约明白了自己离开梦境后究竟深入了哪里。她没急着解决这个阴影，充满期待的继续一步步往下。根据心理炼金会的理论，潜意识的底部就是它的目的地，所有生物的集体潜意识大海。下探的过程里，奥黛丽又看见了小时候听爸爸妈妈讲传说故事的自己，看见了重视形象但背后其实没那么优雅的自己，看见了参加塔罗会的自己。只是类似后者的光点统统被灰色的雾气紧紧包裹着，这都是我潜意识里的东西，影响着我的性格和行为。奥黛丽本能用心理学知识做着分析，不同的光点闪烁间，她屡次因这种孤独不见目标的漫长探索濒临情绪崩溃的边缘。
但都及时用超凡能力安抚了自己。就在他对时间的流逝快失去感觉时，他看见了最后一层台阶。台阶前方是坚实、模糊、灰蒙的地面，上方晃荡着游弋着一道道光影，它们密集，它们重叠，就像虚幻的大海。集体潜意识海洋。奥黛丽向前几步，抬头上望，意外发现灰蒙不再遮掩自己的视线，高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那里有无数难以描述的身影，有7道不同颜色的，蕴藏着无穷无尽之时的明净光华。奥黛丽抿了下嘴唇，欣喜自语道：灵性的天空。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往前行走，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冒险。那些组成大海的光影时不时掠过她的眼前，有的包含着被火焰烧伤的古老记忆，有的则承载着直视不可言说之物所遭遇的极致疼痛。除了来自古代、来自鲜明的烙印，奥黛丽还看见了一道道望向自己的倾慕视线，看见了崇拜巨龙的民俗活动。走着走着，他发现左侧远处有一座灰白色的山峰，它一直延伸往上，钻出了光影组成的海洋，顶端阴云笼罩，明澈迷离。那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在海洋内的是潜意识，超出海面的是正常意识。他正在做梦。奥黛丽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心理医生应用技巧，那就是靠拢过去，攀爬往上，直接影响对方潜意识里的想法，让他自然而然按照自己的安排展开行动。但这应该很难，且非常危险。奥黛丽收回视线，没贸然尝试。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这次是来找心灵巨龙和奇迹之城利维西德踪迹的。奥黛丽又路过了几十上百个他人意识，渐渐的感觉到了疲惫。该回去了，他本能抬头眺望远方，理智做出了决断。他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奥黛丽即将转身时，半空忽然出现了一片阴影，那是2只巨大的灰蒙的翅膀，翅膀之下有一个体型奇长的蜥一样怪物，它通体覆盖着灰白石头般的硕大鳞片，有4只粗壮有力的腿，它似乎沐浴着不存在的阳光，闪烁出落日余晖般的光芒。这怪物飞了过去，眼眸淡金，瞳孔竖直，冰冷而高傲。它宏大史诗般的身影迅速远去，消失在了所有生物的潜意识海洋里。巨龙，心灵巨龙。奥黛丽原地蹦了一下，旋即左右张望，害怕被人看见自己不优雅没礼仪的表现。她兴奋踱步，原地转了一圈，对自己这段冒险非常满意。果然，这里的巨龙崇拜习俗不是没有来源的，他们的潜意识海洋里生活着一条心灵巨龙。奥黛丽忍住了自我表扬的冲动，决定立刻返回，从梦中醒来。她没有继续探索的冲动，因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他打算在下周的塔罗会上请教愚者先生、倒吊人先生，他们希望能获得一些建议。奥黛丽原路返回，进入了自身意识形成的那座山峰，然后他自己唤醒自己，成功从梦中脱离。这个时候，达尼兹也被允许回到房间内，他看了格尔曼斯帕罗一眼，讪讪笑道：你肯定不会把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别人的，对吧？